强大的元气依旧持续的在爆发。梵音力大手一握，只见的暗红色的元气急速的汇聚而来，直接是化为了一柄巨锤，其上铭刻着诸多凶虎的诡异纹路，同时散发出更加可怕的能量，犹如黑虎的癫狂，可吞天灭地之威能。再让你尝尝我的黑虎流星锤。此时梵音力这一出手便是凶悍无匹的杀招，显然没打算让黑袍青年有任何的反击机会。只见的巨锤狠狠砸下，就连空间都是在锤下的那一刻破裂开来，诸多道视线隐隐带着一丝惊骇之色，即便隔着有一些距离，都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千梵音力这一道杀招的凶悍之力是多么的恐怖。梵音力真是太狠了，这是打算在这一击中轰杀那位黑袍青年吗？不远处的半空之中，曲武的美眸望向那边的交锋之处，当他见到梵音力那种狂暴攻势之时，他的眸光也是微微一闪。不过曲武此时也刚欲准备出手帮助这位黑袍青年，却被另外一道令人心悸的杀机将他锁定。前者眸光一抬，就见到了那梵天宫中的一位强者散发出一丝可怕的能量波动，目光轻佻的看来，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出手比较好，否则你们这些苍玄天的所有人将会提早成为落败者。曲武瞧的梵天宫这些强者的表情，似是胜券在握的模样，都是掀起一抹无奈之色。这些人的确比自己强大很多，他们也无能为力。而也就是在那各方强者的注视之下，那黑虎流星锤拥有着砸碎山岳一般的强大攻势，便是以一种无可阻挡之势，当头就是对着黑袍青年所在的方向狠狠地轰下。当强大的锤影笼罩下来的时候，梵音力却是猛然地发现，那黑袍青年原本不动的身形，此时是微微一动，然后缓缓抬起头，看似呆滞的双眼，却是带着一种冷漠之色，淡淡的注视着自己。在这般异样目光的注视之下，梵音力的心中突然有着一股无边寒意攀爬而出，这股寒意令得他都有些惊疑。但是片刻之后，他的眼中凶气升腾，硬生生将心中的这道寒意强力的压制了下去。区区一个最强主宰中期，还在我面前装神弄鬼，今日谁也救不了你，让你尝尝最强主宰后期的力量，给我死！带着黑虎之笑声的重锤，在那诸多极为凝重的目光下，轰向了黑袍青年的头顶之处，在那里的虚空直接是呈现出破碎的状态。黑袍青年立于半空中，他的面色淡漠的望着那裹挟者毁灭之力落下的黑虎流星锤。虽然这一击非常的强大无比，但是黑袍青年也没有一丝惧意之色。紧接着他的五指缓缓的握拢，一道绚丽的火焰将其包裹，然后就这样简单无比一拳迎上。这一拳太过的简单了，与那黑虎流星锤凶悍无匹的攻势相比，两者之间宛如天差的别。此时诸多的视线皆是暗暗摇头，看向黑袍青年的眼神都是变得有一些怜悯起来。特别是苍玄天的这些人，在他们看来，如果黑袍青年刚刚选择躲避的话，能够保一条命，可他却是不甘心的后退，反而还正面的去应接，这完全就是找死啊！虽然黑袍青年的实力比他们都要强，可是对面可是梵天宫的人，这位梵音力克氏货真价实的最强主宰后期强者，他的攻势不是那么轻易的能够抵御下来的。黑袍青年的绚丽火拳与黑心流星锤彻底的碰撞在了一起，一瞬间虚空似乎是崩裂开来，恐怖的冲击波如风暴般的肆虐。然而所有人的目光却是在此时一点点的凝固了下来，因为他们在此时发现，那黑虎流星锤落下之时，那意想之中的黑袍青年被摧枯拉朽般轰碎的画面并没有出现。黑袍青年依旧是稳稳地立于虚空，纹丝不动，而他攻击出来的火拳在触碰到黑虎流星锤之上的时候，却是有者泛起剧烈的涟漪波动，最后竟是有者裂纹自那黑虎流星锤的身上蔓延开来，轰的一声爆碎成了漫天光点，洒落天际，而空气仿佛在此时变得凝固了起来。诸多目光惊怒骇然失色，包括梵天宫的众人。梵音力的面庞上写满了不可思议的4个字，他无法想象，他这倾尽全力的一击，不仅未能让的这位黑袍青年后退半步，反而被他这一拳将自己这能够碾压同级别对手的强大攻势轰碎。那这是何等的力量啊！这怎么可能？梵音力的脸庞都开始在蠕动着，狰狞中带着无比的惊骇之色。而在那诸多道惊骇的目光中，黑袍青年的身后瞬间出现了一片绚丽的火海，在这火海之中散发出能够焚尽世间万物的毁灭之力，其中的能量若隐若现，一股强悍无匹的能量波动宛如风暴般的横扫开来。黑袍青年所散发出来的威压笼罩了这片天地间，这股威压可不是一些最强主宰中期的强者能够做到的。难道此人的实力也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后期不成？黑袍青年所爆发出来的气息顿时让这些强者开始倒吸一口冷气。这哪是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这明明是超越了最强主宰中期，至少也是达到了后期的阶段。一道道难以置信的声音传出，最强主宰后期的实力，就算是放在各大诸天的强者眼中，都绝对不容忽视的强大存在。原本还觉得黑袍青年的实力是在虚张声势，而此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前者是一位普通人，或许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梵音力的目光紧紧盯着黑袍青年身后的绚丽火海，眼眸略微变得有些深邃起来。此人不简单啊，没想到能够一击之间就将梵音力的强大攻势给化解了。怎么可能呢？你究竟是谁？为何能够有着如此可怕的强大之力？梵音力终于是忍不住的咆哮出来，下一瞬他眼中凶芒暴涨，气息再度开始有者暴增的迹象。我之所以能够破你的强大攻势，那是因为我的这道火焰乃是地炎。此话一出，直接令得在场所有人的身躯都是一滞。地炎，传闻天下有者诸多火焰，
而帝炎乃是万火之中的帝王，拥有可以吞噬一切火焰的强大能力。先前你攻我一锤，接下来我送你一道火莲，如何？黑袍青年那平淡无奇的声音自黑袍之下传出，虽然平淡，但是话语之中却是铿锵有力。还没等樊英丽的回话，黑袍青年已是一步踏出，那一步之下，无边无尽绚丽火海自四面八方笼罩而来，散发出令人恐怖的毁灭之力，对着樊英丽扑面而下。绚丽火海直接是硬生生的将樊英丽的身躯包括至火海之中，一股炙热的焚烧之感，令得他心血激荡。黑袍青年的皮肤上忽有赤火纹路浮现出来，一股炽热之气自他的体内再度扩散而出，引得虚空都是微微变得扭曲旋即。黑袍青年五指紧握，一朵绚丽的火莲浮现而出。绚丽的火莲之上虽然没有过多的异常，但是在其上那者精致无比的莲花瓣呈现出深邃锐利，散发出让人心悸之感。该死！樊英丽身为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自然知晓这道火莲之上的恐怖威能，心中已然没有了底，但是依旧不会轻易的认输。黑虎万心经，在其四周虚空震荡，一道古老的金银声响起，巨大的金影浮现，宛如游鱼，在其四方虚空游荡。但是黑袍青年可不会被对方的这一招所震慑，因为他手中的绚丽火莲之力能够焚尽万物，所以相当的有自信。去吧！绚丽的火莲自黑袍青年的手中掠出，直接朝着对方那强大的攻势迎面而上。绚丽火莲很快就与巨大的金影碰撞在了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虚空瞬间被震得粉碎。这一股恐怖的力量，让得樊英丽的心中在此刻感到无比的恐惧之色。不过，他好歹也是一位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在梵天宫内，除了那位公主之外，他的实力也算是2号人物了。他知晓此时若是因为恐惧而逃跑，那么自然日后不会有人再跟随他，甚至还会在心中留下恐惧的阴影。往后的修炼之路中华，想要变得更强，那几乎是不可能了。特别是到了最终主宰后期的强者，对于主宰巅峰力量的渴望也都是一步之遥，近在咫尺。所以只要忍一忍，日后必定会登顶主宰。于是樊英丽一咬舌尖，一口精血瞬间喷出，精血落在身躯之上，顿时其气息变得更加强大起来。樊英丽咆哮一声，巨拳握拢，形成猛虎扑击之势，裹挟着他所有的力量与那绚丽火莲硬碰在了一起。在双方强大力量的对碰之下，天地间的流动气息仿佛是在此时忽然凝滞。两股强大能量的碰撞之下，仅仅持续了数息时间，那樊英丽的脸庞上便是有着血红之色弥漫出来，最后一口鲜血自喉咙间狂喷而出，因为火莲所爆炸而出的力量将她的整条手臂都是爆碎成血沫。樊英丽的身躯如炮弹般的倒飞出去，最终重重的砸落在地面上，地面都是直接被撕裂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最终樊英丽的身躯被废土掩埋，气息萎靡，不知生死。全场变得鸦雀无声，一道道目光呆滞的望着这一幕。那乾坤天8大势力最强的梵天宫，中国的2号人物，竟然直接是被这位黑袍青年一招所秒杀了。焚天宫其他强者也是忍不住的凝固了面容，惊疑的看着这一幕，在投向黑袍青年的目光之中，开始有着浓浓的忌惮和惧意，因为他们知晓樊英丽是什么样的实力。可是就算如此，都被对方一招给击败，足以说明黑袍青年可不是一位惹得起的人。就连苍玄天的一众人都是眉间微蹙，凝重的盯着黑袍青年。之前他们都还在为黑袍青年捏一把冷汗，可谁知道此人竟然是最不好拿捏的人物，连樊英丽这等猛强大的存在都能够一招击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面对着死寂一般的场中，黑袍青年面色却是没有太多的波澜，他缓缓地将气息收敛，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不知死活的樊英丽，而是直接伸手一把便是将一块祖气的地狱碎片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一块祖地狱碎片，我萧炎就却之不恭了。萧炎语气淡淡，然而其他人听到了此人说的那2字之时，心中更是一脸骇然之色。他说他叫萧炎，难道是前不久在新天中化解了那一场连大尊级别强者都没有办法的那一场危机之人？萧炎，在场的所有人再无一人敢出声，不管是现在还是此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足以证明这位萧炎的实力可不是他们能够对抗的。于是这祖气地狱碎片便是这般落入了萧炎之手。不过当萧炎在将那第2块祖气地狱碎片取走之时，整个天地间都还是寂静无声，因为都被萧炎展现出来的实力所震慑。刚才多谢相救了，我们来自苍玄天。此时林飞等人调整好心态，对着萧炎拱手恭敬感谢道。萧炎转头对着苍玄天一众人微笑道：不用谢，刚刚出手也是为了祖气地狱碎片而已。旋即收起祖气地狱碎片之后，再度灵光一闪，对了，你们是来自苍玄天的人？正是。林飞见到萧炎，特意问了一下他们的来自之处，便是立马回答：苍玄天是否是那位元尊的故乡？萧炎再次确认道。听到元尊2字的时候，林飞、曲武等人也是一脸异样，因为这2字乃是天元界最强之神的称谓。有什么问题？萧炎见到苍玄天那异样的变化，便是疑惑道：没什么问题，只是这2字已经成为我们天元界最震撼存在。元尊的确也来自苍玄天，只不过他成神之后，便是带着曾经的第3神夭夭离开了天元界，从此就没有回来过。你是想要找元尊吗？林飞说到元尊的时候，语气都变得极为的尊敬与崇拜。传闻你们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元尊实力非凡，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必定会与之切磋切磋。既然你们是苍玄天之人，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跟着我
我带你们闯古元界。此话一出，所有苍玄天以及其他诸天的人都是微微一愣。难道说这萧炎想要带着苍玄天之人一起抢夺古元界中的资源？见到苍玄天一众热，迟迟没有反应。萧炎带着一丝玩笑的说道：“不愿意。”听到萧炎的话声，苍玄天的一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刚刚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不敢相信，如此强大的强者能够让他们加入其中。我们愿意。苍玄天此时异口同声，对于萧炎的实力，他们可以完全的信任。就算遇到其他强者，有萧炎在，他们苍玄天也必定会成为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里最耀眼的存在。此时，苍玄天此次前来最强实力的也就最强主宰初期，而如今有着萧炎这等强大的强者，他们苍玄天在整个古元界都是可以大胆的走，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被人压着欺负。而萧炎愿意帮助苍玄天一众人一把，也是因为那元尊与他一样，同样是为了守护自己的世界，成为最强之神。日后萧炎如果与元尊相遇，必定要好好见识一下这位元尊的风采。以萧炎的实力来看，敢问在古元界之中，谁不愿意跟随他？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便可以击败一名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放任整个天元界，恐怕都是极少数的存在。或许想要越级挑战，则是需要一些强大的至宝，或者是一些神器才能做到。而萧炎凭借着帝炎的威力，就能够轻易的击败主宰后期的强者。就算是天元界中的天之骄子，恐怕都很难做到这般。看来这第3等级世界中的修炼者有着非常变态的天赋，不然就算在第2等级世界中，也不会展现出如此可怕的实力。苍玄天的众人都无法想象，一旦萧炎日后晋升至最强主宰后期，那么其实力又将会达到何种程度？恐怕甚至都能够挑战最强主宰巅峰的那些强者了吧。在这处地狱的其他地方，有一群人的队伍之中，王无天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幕，他的眼神死死地盯在萧炎的身上。焚天宫的反应力的实力虽然没有比自己强大，但也是一位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原本以为这一次的对战反应力会胜利，可没想到这位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直接被一招秒杀了。王无天的实力本就非常的强大，以一人之力击败一道隐世的超级势力，足以证明他的实力究竟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此次进入古元天后，遇到了古元天中的一些机缘，其实力更是变得异常强大起来。可以说这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就属王无天此人是最为难对付的存在。以他这样的实力，恐怕就算是紫霄域、武神域、天渊域中的强者都未必是其对手。如果硬要有谁能对抗这位王无天的话，只有各大天域的大尊级别人物了。所以王无天目前才是所有队伍中实力最强的存在。此人有意思，他体内竟然有着天地奇物的圣火，难怪会击败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对手。王无天眼芒深邃，即使如此，他认为萧炎可不是他的对手，毕竟自己的实力也不是那么简单。当然，以王无天的实力，萧炎这些人可不是他最终的对手，他的真正对手乃是那些大尊。只要这一次击败那些大尊，他的名气和实力将会再度提升一大截。以自身的潜力，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与机会，王无天绝对能够一飞冲天，反超大尊级别的存在，距离成神之路将会是又近了一步。各大天域的大尊，在这古元天内，就是我王无天超越你们的时候。王无天缓缓地收回那凌厉的目光，将自己那超越最强主宰巅峰的可怕气息收敛得干干净净。哈哈，不愧是名震天元界的萧炎，竟然收了一批小弟啊！当所有人被萧炎展现的实力所震慑的时候，一道阴沉的声音自远处渐渐传来。很快众人闻声望去，便是见到有一匹人马出现在了山丘之上。在那里强大的气流运转下，就连空间都变得扭曲起来，而且其实力不亚于刚刚梵天宫的那批人，甚至更强。为首的男子眼神阴冷地锁定萧炎，高密度的世界之力瞬间爆发开来，一股极为恐怖的世界之力威压弥漫，宛如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接对着萧炎镇压而去。这等高密度的世界之力的威压笼罩而来，萧炎的眼神也是微微一凝，此时感受到这股强大的世界之力之中的密度更加的浑厚，比起先前的反应力更是强大了很多。这突然出现的一众队伍中所展现出来的世界之力底蕴，起码也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要知道，在诸天气运之争中，实力能够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实力的，哪不是一方天域的顶级强者？你们是谁？萧炎对面比自己这边底蕴很强的队伍时，也没有露出一丝惧意之色。当然是击败你们的人，留下祖气地狱碎片，我就绕过你们。这位男子一声冷笑，对面萧炎的问话并没有直接回答。要祖气地狱碎片，你们是哪一天的人？萧炎继续打听这些人的身份，这些人的实力极强，个个都是最强主宰的实力，为首的这位更是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如此强大的底蕴，恐怕放眼其他势力都没办法办到如此这般。小子，问的话还真够多的，不要以为你击败了梵天宫的那群废物，就有着这种语气与我说话。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而已，就算有圣火加持又如何？我寒光里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这位为首男子的话语尽显霸气。寒光里，此时苍玄天作为天元界的生灵，自然是知晓寒光里是谁。你们是隐世的顶级势力，寒族。这时候林飞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道。听到有人知晓他们的势力，寒光里没有一点惊讶，反而一笑道：呵呵，没想到竟然还有人知晓我们寒族。本族已经隐世数千年之久，不曾问世事，如今出现在古元天围的，就是让寒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更加耀眼的存在。天元界之大，
超乎想象。曾经有者5大强族皆是选择了隐士，而韩族就是5大强族之一。这5大强族的实力丝毫不弱于各大诸天中的顶级势力。如今古元天的开启，这些一直隐士不问世事的5大强族也纷纷出现，为的就是让他们的势力底蕴变得更强大。看来这些5大强族虽然表面上不问世事，实则在暗中一直观察着各大诸天中的动态。你们知晓他们的来历？萧炎偏头问向林飞一众人，林飞也是立马点点头说道：他们乃是韩族之人，曾经天元界中有着不亚于各大诸天中的顶级势力，便是5大强族。5大强族中韩族其底蕴强大无比。原来如此，5大强族嘛。不过你们想要拿祖器地狱碎片，那就凭本事来抢。萧炎说着，目光便是变得出奇的凌厉起来，直接投射韩族一众人。有气魄，看来今日不给你们颜色看看，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瞬间一道强大无比的威压朝着四周释放出来，苍玄天的那一众人在这强大的威压之下，身体都是感受到一股疼痛之感。仅仅持续了数息时间，韩光里便不再废话，他双手一握，长刀闪现而出，体内的世界之力开始彻底的爆发，一道赤红刀光便是狠狠地对着萧炎方位重重劈下。萧炎冷哼一声，伸出自己的手掌，只见的绚丽火焰开始升腾，旋即在其掌心间化为一面数丈左右的圆形绚丽光盾。当的一声，赤红刀光斩在上面，顿时溅起剧烈的涟漪，但却并未将其斩破。韩光里的面色冰寒，因为这一招虽然没有用尽全力，但是对于一些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都是能够应付。可现在这一招并未击碎萧炎的绚丽光盾，看来这萧炎的确非常的不好对付。当即韩光里的实际之力再度瞬间的暴涨起来。萧炎见到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看来这韩光里的实力比起焚天宫的梵音力强大很多。这隐士的5大强族之一的韩族果然有些底蕴。随着韩光里的世界之力再度暴涨之下，漫天刀光狠狠地与绚丽光盾进行激烈的对碰，双方短短数息之间已经交手了数百回合，引得虚空皆是动荡起来，激烈程度比之前萧炎与梵音力的交手更为的凶悍无比。不过就当双方激战再度发起进攻时，一道可怕的元气凝聚成刀刃，陡然刺破虚空，直至韩光里的后背暴刺而去。但就当即将刺中的瞬间，韩光里的背后有一轮光圈闪现而出，将那刀刃给抵挡了下来。韩光里的眼神微冷的偏过头，便是见到苍玄天的林飞踏空而来，其周身的元气鼓荡，显然是打算与萧炎联手对付他一人。不过对于韩光里来说，林飞的实力仅仅只是最强主宰初期而已，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而萧炎虽然只是最强主宰中期的实力，可是能够击败一名最强主宰后期的强者，的确要小心一些。林飞之所以出手，是因为韩光里的实力极强，就算是萧炎的强大，恐怕一人对付也是比较困难。他倒是想要和萧炎联手试一试，看看这韩族的韩光里其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大。不过就当他们将要再度出手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突然一顿，因为他感觉到一股有些诡异的气息将他们锁定。当即他们微微偏头，视线看向了不远处的一道凌空而立的身影，那是一名灰白发色的男子。男子面目极其的普通，他面带温和笑意，不过此人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因为越是普通的气息，那么才是更可怕的强者。敢问来到古元天之中的哪一个人不是有实力的强者？而现在又出现如此可怕的强者，萧炎的眉头皆是微微一皱，因为就连萧炎都感觉到这位面带笑意的灰白发色男子有一种危险的感觉。不过很显然，萧炎是不认识的。此时韩光里则是认出了此人的身份，你是风族之人。灰白发色的男子没有否认，他微微点点头笑道：韩光里，好久没见，别来无恙啊。风族乃是5大强族之一，与韩族一样，同样是选择了隐士的强大势力。风族所主修的乃是风道，其速度非常之强大，就算是自己底牌进出，恐怕也不是这位灰白发色男子的对手。因为韩光里知晓这位风族的男子究竟是多么的强大了，就算是整个韩族与风族比较起来，整体上风族要比韩族强上一丝。而此人正是风族的1号人物风无痕。风族与韩族素来关系极近，显然风无痕的出现阻止，肯定是为了韩族不要在这里节外生枝。显然风无痕所忌惮的不是萧炎，而是古元界中的其他虎视眈眈的强者。这位兄台，你的风头已经出得够多了，这次就不要再出风头了吧。风无痕微微一笑道。萧炎的双目微眯，手中的地炎之火炙热的气息正在不断的升腾而起。不过既然对方选择退让，萧炎也不会无知的出手，毕竟风族和韩族皆是5大强族，韩族的韩光里的实力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而这位风族的风无痕实力比起韩光里更是强大一些。如果到时候这两人俩手对自己也是极为的不利，毕竟自己如今在古元天中还未招到神灵之物，如果在这里选择与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出手的话，那么无疑就是白痴了。萧炎的神眼出现林飞的身旁，此时的后者浑身元气升腾，但萧炎能够感觉到林飞体内的元气略微的有些激荡，显然刚刚突袭韩光里的时候吃了点亏。这韩光里的实力之强，让得萧炎都有些意外，不愧是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这样的实力比起天人界的幽阴主都是恐慌不让啊。见到风无痕都这么多了，韩光里的目光阴沉的看了萧炎与苍玄天众人一眼，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废话，直接带着自己的人马便是转身而去。萧炎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眼中有冷光闪烁。这韩光里的实力的确很强大，在古元天之中
有一些队伍遇上这寒族之人的话，身上有者至宝的话，必定会被抢夺一空。刚刚要不是萧炎的话，苍玄天这些人身上的宝贝恐怕也会被抢夺。这寒族当真是个不稳定的隐患，若是有机会的话，得尽可能的尽快除掉这些强大势力的麻烦。但不得不说，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算是萧炎自己与苍玄天一众人一起联手，恐怕都不见得能够将其斩杀寒光里和风无痕。先前自己和寒光里的对战中都没有让寒光里分心，而且还在第一时间抵挡下林飞的袭击，并且还让林飞吃了一点亏。这寒族的寒光里隐藏的极深，能够成为5大强族之一的寒族，果然是名不虚传。萧炎的目光闪烁，他感觉若是能够借助古元天的那些祖器奇宝完成蜕变的话，或许他的把握会大上许多。一旦有了实力上的提升，萧炎到时候对战寒光里和那位风无痕都不是什么问题了。萧炎低了低头，望着手中那一道地狱碎片，抿了抿嘴，希望接下来这段时间能够得到更多的祖器奇宝，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1个月后，一座宽敞的山洞之中，萧炎盘坐于一块青岩之上，那紧闭半日的眼眸在此时缓缓地睁开，眼中有着金光涌动，那自其体内散发出来的世界之力威压也是变得更为的强横。一道白气如箭矢般的自其嘴中喷出，直接是射进洞壁上，顿时刺穿一个深不见底的小小黑洞。感受者体内的世界之力变得强大起来，萧炎的脸庞上也是带着一抹满意的笑容。自从进入古元天到现在，已经将近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这1个月的时间中，10天之中的各大势力已经是将古元天中的祖气之脉扫荡得干干净净，其中特别是混元天的那些顶级势力，更是获得了非常之多的祖气之脉。不愧是诸天之首的混元天，其底蕴依旧如此的强大无比。当然，这之间诸多的争斗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除了混元天的这些顶级势力，那隐世的5大强族也是各自获取了诸多祖气之脉，其中就包括风族和寒族。